当酱油遇上巴沙米克醋跟红酒，真能激出超棒的火花。今天用这块澳洲和牛厚旋肉来做一道中西合并的下酒菜吧。欢迎收看 Chris 餐桌，我是 Chri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， 好久不见。今天来开一块厚裙肉。今天这块肉是来自起义国际这家肉品公司所提供的 Omino 澳洲和牛厚裙肉。他们只提供产品用试吃，任凭我处置，没有干涉我拍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会以最真实试吃后的成果跟各位分享。大家刚开始吃牛肉一定会经过几个阶段，大部分都是从美牛开始啦。一开始呢有肉就好，后来知道了，油花越多越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油吃多了会腻啊，但不油又不香怎么办？那没办法，这个就是美牛的特色，它会给你很暴力很多的油花。想要细致的口感就得找日本和牛，但是日和贵啊，而且有时候日和的油花也是很可怕的。那加上呢，美牛这个时候价钱又不同以往，非常贵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澳洲和牛的优势就来啦。跟普通的美牛差不多价钱，但是呢，风味又更加丰富。你还停留在澳洲牛肉都是草味吗？错，澳洲和牛的选择比你想象中的多太多了。那加上澳洲和牛的果实期间都拉得比较长，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草味了。那这也会决定你一部分和牛的风味。现在 Omino 就被澳洲和牛协会 AWA 评为具有泥土风味、余韵悠长，兼具奶油般的顺滑，还有蘑菇的鲜美。应该不是叫你吃土啦，应该是说它有点像橄榄油那一种什么大地味啊、泥土味那一种感觉啦。我知道评审都很会形容，所以我还是得认真试吃过，以我最真实的感受跟各位回报。毕竟味觉是很主观的，对吧？Omino 这一次品牌主打的是 F1 和牛，也就是爸爸是黑毛和牛，妈妈是安格斯牛所生出来的第一代。他们主打的不是爆多的油花，而是更耐吃、更丰富的肉味。就在刚刚拍摄当下，收到第一手消息 ，Omino 呢在2026年的品牌牛肉大赛 WBBC， 也不是棒球的 WBC 是 WBBC， 这是个品牌牛肉大赛，他拿下了1金1银1铜的佳绩，非常亮眼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们来开肉吧。今天开肉加入一个新的元素——吸血纸，这也不算什么新的东西啦，只是家庭厨房比较少见。一般方便的做法都是用厨房纸巾或者是干净的白毛巾，但这两者不是掉屑就是容易破。而这些专业的吸血纸不仅能吸收肉表面的血水，而且不回渗、不粘黏，还不易破。由于这方面的资讯太少，我索性一次把市面上常见的不织布、日制、台制的吸血纸3种买齐，以后开肉轮流使用。有兴趣的朋友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再分享使用心得。开原肉包装剂的一个原则，围着边缘开一个 C 字形，或者火佛，总之在桌上做一个开口，不要让血水流到桌上或地上就好。厚旋肉是一个纹理非常单纯的部位，中间一条比较粗的肌腱，左右两边的肌肉纹理像叶子一样放射开来，没有复杂的筋膜穿插在里面，表面只有一些零星的油块，我认为可以适当保留。另外一侧相对干净许多，两面筋跟肉的分布都一样。只有在边缘发现一些疑似银皮的组织，这问题不大，待会油刮开就知道了。不管你从哪一面下刀都没关系，找一个能清楚看见肌腱的地方，把刀尖贴上去，刀尖斜贴着筋往下刮，就能轻松将筋肉分离。第一次开不用贪快刀尖来回游走几次，就能清楚看见里面的构造。持续往下修到最薄的地方，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位置。把左右两边轻轻掰开划断，换个边看比较清楚。继续贴着筋往内刮，就会顶到另一面的出口，你就可以大胆的从头或尾一路往上刮，把它们分离。这半条先搁着，检查外观有没有其他的筋，这些易碎能剥落下来的都是油，这些银色有韧性刮不断的筋，就是俗称的银皮。继续贴着筋把表面的油块刮除掉。像这种分布范围不多的筋，你可以把刀平贴轻轻往上削，就可以把筋去掉了。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。再检查一下，确认都是零星的油块，这我就不去了。我们找到肌腱最粗的头段，从肉的交界刺穿做一个开口，翻过来，肌腱平贴在砧板上，刀平贴压在肌腱上方，左手抓着肌腱往后拉，右手拿刀尽可能保持不动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完整把整条肌腱取下来了。鱼皮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
只要是长条、皮或筋呈纵向完整，都可以这样子做。另外一半的油有点多，稍微去一下就好了。边缘一样有点银皮，这次你可以画一点小开口，一手抓住银皮拉直拉撑，刀子贴着往前画，一样可以把银皮取下来。只要看哪个方向顺手，两种方式都可以用。好了，我们把筋跟油分开以后，你会发现损耗超级少哦。后裙肉不论是筋的走向或者肉的纹理识别度都非常单纯，对新手来说相对友好，非常容易上手。好啦，全部分解完就长这样子，表面的油块要留多少自己决定就好。两条肉加起来的损耗才这样子一点点而已。以家庭来说，筋是可以拿来吃的，所以不算损耗，所以实际损耗量非常非常少哦。最快乐的试肉时间到了，两面撒上盐跟胡椒，先放在旁边静置。现场整理分装完，刚好可以来煎。这种肉质明显很软的肉，一律建议3到5分熟。我们一样从低温冷油开始慢慢油煎，可以抓20到30秒翻一次面，全程大约抓2分钟以内完成。起锅后静置，盖上盖子做好回温，最后再开大火把每一面都煎上色，用低温把温度慢慢传递进去，再用瞬间高温让外表上色，就可以煎出完美熟度的牛排。这是煎牛排的其中一种技巧，有兴趣点击右上角看看我的超完美牛排吧。好了，高温煎完以后也是要静置一下哦，稍微降温，让内部的温度跟压力平衡后再切，这样切牛排才不会爆汁啊。直接从中间切开看一下中心熟度，不错，完美的水嫩5分熟，不愧是我。试吃开始。我觉得只试一块不准，通常得试第2块才行。总结一下我对 Omino 这块后裙肉的口感跟风味，口感相当软嫩，这种嫩度跟菲力有很大的不同。后裙的肌肉纹理非常的明显，会 Q 弹，但阻力不会太大，而且同时具有非常多汁的口感。至于泥土味，我个人觉得更像一种蔬菜刚出土的新鲜味道，肉味相当浓厚，余韵在嘴里会停留很久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肉本身风味就非常厚实，简单一点酱汁加快炒就能快速带出风味。这种组合是不是似曾相识啊？没错，这个就是台菜黑卤的中西合并版。但这不是乱搞哦，是我真的实验过很好吃的做法。某次乌醋不够了，我拿巴萨米克醋代替，结果发现巴萨米克醋跟酱油还有蚝油非常搭哦。其实就是把黑卤中的酸这个元素做了变化。而我今天用的这罐是巴萨米克醋膏，浓稠的酱汁可以让料理的成品看起来更亮色。这点跟使用酱油膏的意思一样。我手上刚好有6年的醋膏，你们可以买加淀粉比较平价的版本，酱油跟蚝油都会各加一点，这能得到咸味，还有很多鲜味，尤其是瓮酿的赞。传统黑卤用的米酒我替换成红酒，这是为了迎合巴萨米克醋的风味，它们都是葡萄做的。所以这个酱汁该叫什么名字好呢？加了红酒叫红卤好吗？还是你们有更好的点子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拿出你家里平常会收集的瓶瓶罐罐来调制酱汁，蚝油、等量的红酒跟酱油啊，靠北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补回来就好。你也可以用正常版的巴萨米克醋，但味道可能会比较酸呛一点。如果必要的话，多加点糖可以压下来的。这种电动奶泡器蛮适合拿来搅拌酱料的哦。但是用完要记得洗干净欸，不然你的咖啡会有酱油味。好了，这个红卤做好跟黑卤一样，放冰箱1-2个月都不是问题，注意不要交叉污染就好。而且它的用途蛮多的，以后我们再慢慢挖掘吧。酱汁有了，准备一点配菜，把后裙肉做成热炒。菇类的风味很接近肉类，加上后裙肉的肉味比较重，用味道中性的杏鲍菇比较适合，搭配起来不冲突。而甜椒、青椒这些椒类跟牛肉的味道本来就很搭，除了注意要把籽去干净之外，里面的白色软组织也要去干净，这可以让口感更鲜明，不会软烂。再切成4口大小，就是大概1个半指节的长度。大部分蔬菜的规格用指节去衡量都不会差太多。好了，剩下的用保鲜盒装。我今天用的是水果甜椒，这个直接撒在沙拉上面也很好吃哦。洋葱，抓1个指节的宽度来2条，再开成3份。好啦，很简单。杏鲍菇你可以稍微切长一点点，来到2个指节的长度，因为菇类熟了，体积容易缩水。好了，这是我随意搭配的内容。
你也可以用基本的大蒜、洋葱、葱段3种就好。跟刚才试肉的步骤一样，我们先用低温做一个回温的动作。为了保留牛肉最大的风味，我今天用牛排的煎法来做这道下酒菜。用低温把表面煎过一轮后，一样静置盖起来回温。接着一样用高温把表面煎到上色。记得在操作高温的时候，要先把锅内多余的油先倒起来。好，到这边都没问题了。煎完关火起锅。这时里面还很深哦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次回温的机会。杏鲍菇、甜椒比较难熟的先下锅，我用的是铸铁锅，即便关火以后，余温还是可以操作很长一段时间。顺便工商一下，这是我开发的克里斯珐琅铸铁生锅，能煎能炒能炖煮，有兴趣的可以到我卖场看看哦。等到温度降低，感觉没什么声音的时候，就可以开火了。洋葱下来，补一点油，增加导热速度，抽动一下锅子，快速炒开。大蒜可以进来了。这次我把大蒜放最后进来，是因为这次大蒜敲得比较碎，这种方式会让大蒜的汁液过度释放，味道更强烈。现在锅内的食材都熟了，各自的味道已经发挥到极限了。牛排上来，酱汁进来，这边大约40cc 左右。酱汁接触到高温的锅底会迅速产生梅纳反应，快速晃动锅子，让牛排均匀沾附到酱汁。利用这一步也可以让牛肉再做一次回温。再来点酱汁，补一点水，刚刚酱汁烧干了不少，稍微煮一下，让味道重新融合。那我调的这个红卤，它不只是只有炒一炒调味而已，它还有很多的可玩性，比如说鲜奶油。虽然说是老梗哦，但这种中西合并又加入鲜奶油的做法，看起来很离经叛道的，我喜欢。加入约酱汁一半的鲜奶油，关火，锅子温度够了，充分融合后会变成咖啡色的，味道很神奇，但是非常棒。裹上酱汁的肉外表看起来比较黑，但是里面一样粉嫩啊。熟度依旧完美，太棒了。先把酱汁铺在碗底，后裙肉上来。撒上装逼的巴西里，出餐。好啦，这道中西合并的下酒菜，红卤后裙肉就完成了。神奇的风味，用熟悉的材料撞出新的火花，味道非常创新，但你又不会感到陌生，这才配得上这块高贵不贵的澳洲和牛后裙肉啊！等等，不是说要做快炒，怎么弄这么搞纲啊？真正的快炒版来的，开火热锅，同时一边备料。铸铁锅加热时间慢，反而成了它的优势。你可以更有效的分配工作进度。快炒版就不要在乎用低温回温了，但牛肉一样得用盐跟胡椒腌过哦。蒜头压碎，牛肉翻面，蔬菜完成了，全部的蔬菜一起下锅，先放着煎一下，利用这个时间切牛肉。切完继续回炉台，大火快炒锅内的蔬菜。这时候肉就可以下来了，顺便把盘子准备好，把火转到最小，酱汁下来。利用余温快速晃动锅子翻炒，在高温的铸铁锅，水分很容易蒸发，酱汁的味道会很快浓缩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不要忘记来点装逼的巴西里。好啦，完成了，拿一个最大块的切看看。不错，一样可以达到5分熟。如果按照正统台菜热炒的方式，牛肉应该先切片抓腌过，会更入味也有嫩度。但我个人觉得这块肉的原味已经非常棒了。能撑得起这整道菜的味道。同样的肉跟酱汁2种做法，各位可以玩看看吧。果然，忙碌过后的第一口啤酒是最棒的。虽然是红酒做的下酒菜，但下酒嘛，还是喝啤酒啦。